为什么在复联4中，复仇者们集齐6颗无限宝石之后，打响指的任务交给了浩克而不是雷神？明明雷神是在众人之中身体素质最强的一个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认为有以下2点原因。其一，雷神的状态不行。众所周知，在复联3中，索尔本有机会可以直接杀死灭霸，但是他砍偏了，从而给了灭霸喘息和打响指的机会，导致了一半生命的消失。而后灭霸又把无限宝石给摧毁了，这样一来，消失的众人便彻底回不来了。虽然雷神杀了灭霸，但却于事无补，索尔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，从此自甘堕落，以至于身体走了样。虽然后面重回复仇者联盟，但他的精神状态依旧非常差，仍时刻挂念着过去的人。所以当集齐宝石后，他立马自告奋勇要打响指，让消失的人都回来。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目前的他并不适合这个任务。就连罗德也调侃他说 ：“What do you think is coursing through my veins right now? Cheese whiz。”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会用响指干出什么，指不定就会变出一箱阿斯加德精酿啤酒来。原因2，浩克的身体比索尔更加适合。我们都知道，班纳是因为受到了伽马射线的辐射，从而变异产生了浩克，而恰好无限宝石的辐射就是伽马射线，所以浩克应该能承受住宝石的能量。正如他所说的 It's like, I was made for this. 反观现在的索尔，他的身体素质肯定是不如灭霸的，因为即使强如灭霸，在承受6颗无限宝石的能量时，也是面露难色，而且在打完响指后，他也留下了不可修复的损伤，所以众人不会让索尔来打响指，毕竟谁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得住这股能量，强行使用宝石可是致命的。另外还有纯属我个人猜测的观点，那就是漫威在体现浩克的作用，因为浩克除了在故事初期中有高光表现外，其他的时间一直在走下坡路，表现实在是差强人意，这就需要漫威为浩克来一波最后的高光。而浩克在打完响指后，他的整个手臂都被烧焦了，直到战争结束后，在钢铁侠的葬礼上，我们仍能看到浩克的手臂上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创伤，这也为浩克隐退2线，为新生代英雄让路，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，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评论区纠正和补充，我们下期见。